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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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恭喜谭老提名商会理事长。想必要不了多久，谭家就能成为京城首富了。谭老，我敬你一杯。同喜同喜。你就是谭正明。50年前，黄浦江上举办过一场船宴，你还记得在船宴上被灭满门的陶家吗？你是陶家的后辈？不是，但我却是陶家3跪9拜供奉的主人。50年前，谭正明在船宴上杀害陶家门人，整个陶家只有刚满2岁的小孙子逃过一劫。我与陶家主仆一场，如今我已醒来，这笔债也该替陶家收回来了。不是陶家的后人，你最好无视。今天是我上任理事长的日子，你冒闯酒局，就直呼我的名字。只要今天将这杯酒敬我赔罪，我就当做让我敬酒。你有这个命受吗？放肆！谭老堂堂商会理事长，还能受不起你一个小辈敬酒赔礼？酒我不会喝，但敬你可以。敬天地，开府门，赐谭氏全体祭祀。什么意思啊？敬酒之前就咒我无命成寿，现在又当着我面这酒洒在地上，怕是你嫌自己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谭老，人消失了。这天下间有一人能请苍天赐生死，是他回来了。爷爷，我好像看到他了。您等了数10年的人回来了。人死债消，小陶，陶家50年前的死仇，我替你报了。范小姐，我看早上您的饭菜没用，我就让厨房炖了燕窝过来，您尝尝看。6级血燕都入不了他的口，他果然不简单。1个月前，东郊的工地挖出一座墓穴，我去探查的路上差点摔倒，幸亏范小姐救了。
而后我将范小姐请回陶家暂住，没想到她一进陶家，公司就起死回生，订单量暴涨。啊，真的？范小姐是陶家的恩人，一定不能怠慢了她。哦，范小姐，您之前吩咐要的东西，我已经亲自去省城拍卖会买了回来，都放在您书房了。陶总，不好了！你说什么？谭家被灭门了？范小姐，您先在这儿休息，我有点私事要去处理一下。谭老太爷昨晚酒楼包厢意外身故后，谭家17口人也接连意外死亡。谭老太爷50年前杀了我全家，占我陶家全部财产，从此一飞冲天。这辈子都已经报仇无望了，没想到他谭家原来也有今天。谭老太爷坏事做尽，被雷劈死，这是报应。没错，报应，活该他们被雷劈死。爷爷曾认一位小姐为主，她有逆天改命的能耐，可惜她一睡再醒便是数十年。爷爷怕是活不到见她的那天了。是他，是小姐回来了，她查出了陶家惨死的原因啊，为陶家报了仇。省城，谭家，立刻备车，我要去省城找小姐。是，等一下，把家里人都叫过来。哎，是。这2天，我着急去省城找一位故人。我不在家的这几天，你们务必要伺候好范小姐。又是为了她，爸，你究竟还要留那个狐妹子在家多久啊？我偏要说，妈才去世2年，你就迫不及待。住口！范小姐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给我长点脑子。爸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们会照顾好范英小姐。大嫂，你刚刚就不该拦着我。我爸已经让人捞你离了心窍，非说他是什么救命恩人，分明就是他养在外面的情妇嘛。我也没想到，爸已经宠他宠到这个地步了。这么下去，咱们的财产岂不都进了他的口袋？娃，我们不能再坐以待毙了。那我们怎么办啊？那狐狸精不就是靠着那张脸勾引爸的吗？那要是他没了那张脸呢？大嫂，爸要是知道，你可是爸的亲女儿，她不过是没名分的情妇罢了。爸爸，这护肤品里加了浓硫酸，抹上去就会烂脸，是时候给她点教训。进。范小姐，这是我爸送你的铂金面霜，我们圈的太太小姐都用它来美容养颜。这面霜是你爸送的？当然，是我爸送的。你们如果想让我用，就放心吧。
我跟陶家的主仆情分，终归是要尽了。怎么样？他收了吗？收了，但我总觉得心里慌慌的。他该不会……他不会发现的，咱们就等着他来被爸赶出陶家吧。现在公司蒸蒸日上，要不了多久就能成为一世水平。我绝对不允许我的嫁给公务，跟你起了家长。怎么感觉味道怪怪的？过期了？没有过期啊，应该是我闻错了吧？喂，婉儿，明天早上有一株雪莲会送到家里，你到时候给范小姐送过去。爸，那可是价值7位数的雪莲，她什么身份她也配用？我妈活着的时候你都没对她这么好过。范小姐救过我的命，陶家怎么回报她都是应该的。而且，哎，算了，跟你说不明白。范小姐今天怎么样了？哼，几万块钱的面霜抹着脸，她好着呢。那就好。范小姐耐心不多，你跟大嫂说话办事啊，都要注意分寸，千万不能对小姐不敬。不管她有什么要求，都要满足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爸，我肯定会好好伺候她的。我的脸！大嫂，我的脸毁了！哇，这怎么回事呀？我昨天晚上用面霜的时候，我感觉味道怪怪的。等我抹完，我的脸就成这样了。你是说用了面霜？这是浓硫酸的气味，肯定是他。他肯定觉得面霜味道不对，就调包了。我去找他。别冲动，我们先了解清楚情况，看看昨天送给他的那瓶面霜在不在。如果真是他画的面霜害你毁容，我势必要他付出代价。好。什么事？看你练字用的宣纸用的差不多了，我给你送点过来。哦，对了，管家说让你下去一趟，爸给你买的雪莲到了。书房里的东西不要随便碰，尤其是檀木盒，你们承受不起碰它的后果。我把东西放下就会走的。哎，是面霜，快打开，看看里面的东西还在不在。如果不在，你毁容肯定就是他的手笔。果然是他，贱人！以为有我爸偏袒他，我就拿他没办法了吗？我现在就去找外婆，让外婆弄死他。书房里的东西不要随便碰，尤其是檀木盒，你们承受不起碰它的后果。还没嫁给我吧，就把自己当女主人了。不就一张破白纸吗？我有什么不能碰的？哼！我可是爸的亲生女儿，我倒要看有什么代价是我承担不了的。哼！
这盒内的炎灵纸，可预知万世凶吉，有它在，便能护陶家昌盛百年。本打算在离开陶家之时，赐予陶萧。罢了，陶家后人终究是没有这个福分。也是时候离开陶家了。我与陶家主仆情分已尽，好自为之。请苍天问生死，这天下间唯他一人能做到。是小姐，我苦等数十载的人回来了。爷爷，那位小姐，真像你说的那么什么？她的能耐远超出我们的想象。数十年前，小姐曾赠我一张炎灵纸，只要对她默念心中所图，纸上就会显现吉凶。当年我就是靠着那张炎灵纸，短短几年一跃成为3大氏族之一。要不是炎灵纸被人抢夺，我这双腿又怎会残疾至此啊！炎灵纸，这世上竟有如此情物。如今小姐再次入世，我陆家得道升天的机会就在眼前。快给我备车，我要立刻前去陶家，亲自跪迎小姐归来。外婆，你终于来了！你外孙女都快被那情妇给欺负死了。外婆，那个女人太歹毒了，竟然毁了婉儿的礼。我可怜的乖孙，陶萧他糊涂啊！情妇在外面玩玩就可以了，怎么能带回陶家耀武扬威呢？简直是歹毒至极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快说！陶萧对这个情妇，竟然已经重视到了这种程度。我要是处罚的太重，陶萧岂不是会跟我翻脸？外婆，你一定要替我报仇，给我狠狠刮烂那个贱人的脸！婉儿别哭，外婆会为你做主的。立刻去把那个狐妹子给我叫过来。是。这2年，家里一直靠陶萧供养着，可不能因小失大。既然大不得赶不得，那就给他个下马威。一个情妇还能在陶家翻天不成？哼！果然长了一张狐妹子脸，难怪我女婿要把你带回陶家，山珍海味的养着。陶萧没告诉你吧？我是他什么人吗？你不会想说你是我爸的救命恩人吧？以为用这种蹩脚的借口进门，我们就会接受你吗？哼，像你这样的女人我见多了，家里穷，身份低，就想靠这张脸跨越阶层，甚至为了嫁进豪门不择手段，专挑离异2婚的男人勾搭。外婆，我的脸好端端的，怎么这么痛？出言不逊，这是我对你们陶家最后的宽容。陶萧有你们这样的亲人，实在可悲。你给我站住！你刚刚说什么？可悲！我今天倒要看看，可悲的是我们，还是你这个狐妹子？你们没机会。对我这个长辈都如此无礼，这个下马威，你今天受定了！这豪门世家的外室进门都有哪些规矩啊？外面的女人想进门，得跪下给原配敬茶。我女儿过世2年，就让我外孙女替她妈受你一敬吧，下跪就免了。你给婉儿敬杯茶赔个礼，
他被你毁容一事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外婆都发话了，范小姐，敬茶赔罪吧。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上赶着送死的，让我敬茶，你们有这个命受吗？受不受得住是我们的事，但是你要得不到我跟大嫂的认可，你就是永远登不上台面的情妇。给婉儿敬茶赔罪，以后在陶家本分点，毁容这一事就过去了。老太太，范小姐是陶总的恩人，要不还是算了吧。算什么算？还我没命受？哼！你这些话唬唬陶潇就算了，我可不信。我的茶只请天地赐生死，陶婉无病无灾，赐不了生，那便只能赐死了。你确定要让我赐你们死吗？还请天地，还赐死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满嘴胡言！我今天倒要看看这敬杯茶是怎么把我们给敬死的。那我今天便成全你。请天地开府门，赐陶氏三人一死。把茶倒地上，婉儿，他这是在咒咱们呢。范小姐，这茶也敬你，你放的狠话也不灵啊。赐死呢？我外婆可是一根头发丝儿都没掉。怎么，你说的代价，难道就是听你满嘴泡茶？怎么回事？这客厅怎么突然黑了？好端端的，地面怎么会震动？难道小姐说的那些话见效了？见什么笑？他又不是什么神仙，敬个茶还真能把我们三个敬死不成？不就是吊灯炸了，弄出来点小动静也值得大惊小怪。管家，去拿点油灯过来。哎，好。外婆，真的没事吗？换个灯而已，什么赐死啊下场的，外婆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既然你已经给婉儿敬了茶赔罪，毁容一事就算了，但以后在陶家算了。可惜我不会算。茶已尽，府门开，你们的报应已经到了。报应还敢装腔作势？你以为有陶潇护着你，我就不敢对你这个情妇？油灯拿过来了。哼，这刚买的火柴怎么点不着火啊？来。外婆，婉儿，好痛！外婆你怎么样？我的眼睛看不见了。好端端的，安魂机怎么会爆炸？不对，什么请天地赐生死，这太荒唐了，都是巧合，巧合。这么多血，怎么会伤得这么严重？管家，快去拿医药箱过来，先给外婆包扎止血。哦。大嫂，快给医院打电话，外婆肯定伤到眼睛了。我这就去。这是第一条。这情
的那些话，原来都是真的。茶姐生必死。这夫人，大嫂，你怎么样啊？大嫂，外婆已经被扎伤了双眼，你可不能有事儿啊！大嫂死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婉儿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大嫂死了？外婆，大嫂刚刚不小心摔倒，脑袋撞到桌角上，死了。怎么会这么巧？瞳孔扩散，少夫人已经没救了。老太太，大小姐，家里接连出意外，恐怕真是范小姐说的话灵验了。你们就别再……住口！什么灵验？敬个茶就能把人敬死吗？这种鬼扯你也信？你们会后悔的。等陶香回来，该后悔的是他。婉儿，快给医院打电话！我就不相信，你大嫂脑袋磕一下就能丢了命。对，大嫂不可能就这么死的。打急救电话还来得及，肯定来得及。没电了。这是第2条。这不是我18岁生日的时候，我爸送给我的传家木戒吗？怎么碎了？婉儿，这是陶家祖传的护身木戒，乃陶家先祖的主人所赐。当年我就是靠着这枚戒指，多次死里逃生。现在我将它转送给你。有它在，可在危难时候助你逢凶化吉。原来陶萧将长命木戒转给了他，难怪他能够避开这一死劫。可死局已定，陶婉避得了一次，却避不开接下来的万万次。我的木戒！陶萧将护身木戒赠予你，保你平安长命，可你们却愚蠢自大，执意作死。你怎么知道这木戒是我爸给的？既是我给的，我又怎会不知？木戒已碎，你们2人的命自有天收。范小姐，请留步。大小姐她年少无知，老太太又嫌少过来，这才误会了您的身份，还请您不必替他们求情。人之将死，其言其行，我不会深究。范小姐，您这封信交给陶香，让他早些回来，见他们2人最后一面。刚刚那封信是他凭空变出来的，怎么会这样？他不是爸的情妇吗？他到底是什么人？婉儿，你怎么了？外婆，刚刚范小姐说，咱们陶家的祖传木戒是他给爸的，他还……哎呦，太玄乎了！范小姐，该不会真是什么大人物吧？老太太，大小姐，范小姐就要离开陶家了，你们别一错再错了。家主一开始就交代过，说范小姐来历不简单，很有可能是给陶家带来好运的贵人呐。好运？什么意思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自从范小姐住进陶家，公司业务连夜增长，甚至连……外婆，她刚刚凭空变出了一封信。什么？你刚刚说她凭空变出了一封信？像你这样的女人，我见多了，不择手段、专挑离异2婚的男人勾搭。
外婆，难道我搞错了？他并不是陶萧接回家的情人，而是他的救命恩人。那我之前说过的那些话，岂不就是？我的茶，只请天地赐生死，陶婉无病无灾，赐不了生，那便只能赐死了。你确定要让我赐你们死吗？外婆，请天赐死，这可根本不是人能做到的事，这太荒谬了。外婆，自从他给我敬了那杯茶之后，先是你的眼睛被炸伤，然后是大嫂意外摔死，现在甚至连爸给我的护身木剑也碎了。难道范小姐说的都是真的？可就敬杯茶而已，怎么会涉及到生死？他再怎么说也终究是个人。婉儿，你刚才说你的护身木剑是谁给的？范小姐说是她给陶家的。哼，满嘴谎话！那护身木剑是你祖父传给你爸的，他给的。他一个20岁的女娃娃怎么给？难不成他还认识你那死去了50年的祖父不成？什么信封啊，赐死的都是吓唬我们的。可是外婆，刚刚范小姐变出东西，是我亲眼所见，我觉得她……可是外婆，刚刚范小姐变出东西，是我亲眼所见，我觉得她……老太太，别再拖延了，范小姐真的要离开陶家了。她走了，我们没办法跟家主交代呀。您先给范小姐服个软，道个歉，求她留下来吧。我可是陶萧的岳母，我给她个小辈服软道歉，那以后全家人岂不是都要挨她一头？哎呦！老太太，少夫人的下场还没能让你们清醒吗？范小姐一旦离开陶家，撞下脑袋，你大嫂就会死吗？谁知道她用了什么吓唬人的手段？算了，你快去找她，就说之前敬茶是我的不是，让她赶紧滚回来。小姐，小姐。我避世之术10载，陶家满门被灭，你们陆良河3族竟然已步入绝境了吗？也罢，我便去见你最后一面。范小姐，老太太说让您给大小姐敬茶的事是她不对，还请您留下。缘分已尽，不必再留。可是家主去省城前交代过，一定要。自从小姐避世，我们河陶陆良4族死的死，残的残，竟无一幸免。我们何家后代痴傻，已经面临绝境。而陶氏50年前便已被谭正明灭门，老陆被抢走了炎灵指，落得个半身不遂的下场。最惨的莫过于梁家，梁家家破人亡，老梁双腿更是被高位截肢，如今竟沦落到如此下场。甚至因为贺家威胁，我们连帮忙都……唉，家主，那位小姐真的斗得过贺家？区贺家
当年给小姐为奴为婢，他都不够格。若不是小姐一睡便是数十年，我们四族又何至于被欺凌至此啊？那个方向是青市啊！这天气怎么这么奇怪呀？周围万里晴空，唯独青市乌云密布。啊！乌云压顶，天降大劫，这么古怪的动静，莫不是……你昨天说省城哪个家族一夜之间被灭了满门？好像是谭家。50年前，谭正明在船宴上残害陶氏一族，难道是小姐回归替谭家报仇了？是陆老爷子，这是去青市的方向，莫不是小姐回来了？快追上他，同为小姐的奴仆，拜见小姐的机缘呀，可不能被那老嘚抢了些！快！小姐，我还有活着见到你的那一天吗？老太太，姓范的还没有滚回来吗？范小姐说，她跟陶家缘分已尽。贱人，不识好歹！等陶潇回来，我倒要问问他，究竟带回来的是个什么货色？什么？救护车被追尾来不了了？你们怎么能？快去备车，送大嫂跟外婆去医院。是。来人！大小姐，省城陆家来人了。陆家，虽然陆家依旧是省城豪门，但这些年有些落败了。咱们陶家最近运势极好，合作不断，他们恐怕是来找陶家谈合作的。是陆老爷子吗？来的路上就看到你们陶家乌云遮顶，你们陶家这是？还不是陶潇带回来的那个范小姐？我不过让她进茶赔罪，她就千方百计的诅咒你们逼走了小姐，还敢让小姐给陶潇的女儿敬茶？这有什么不对吗？哼，难怪陶家乌云密布，你们简直是找死！陶潇他有你们这样愚蠢的女儿跟岳母，难怪他会家破人亡。陆少爷，我们陶家的事还轮不到你们陆家来管，更何况你们既然来找我爸谈合作，你们这样帮外人，找你们陶家谈合作，你们也配？一群猪脑子！等着，不出一天，你们就等着跟陶少夫人的尸体作伴吧！快推我出去，去追小姐！你们也太过分了！外婆，醒醒！我叫你快点，你不听！现在好了，小姐都离开陶家了，你叫我去哪儿？小姐，是小姐，快带我过去！哎，快！没吃饭吧你？用力呀！你滚，我自己来。小姐，快等等老奴来接你了。小姐。我就差一步就见到小姐了。爷，你刚刚没看到吗？她突然消失了。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何老，你怎么来了？哼，
我要是不来，我怎么知道小姐出事的消息？我怎么知道你这个老登儿妄图独占小姐呢？啊！你给我死！哎呀，给我死！头脑可会放手！哼，几十年前，咱们桃河陆良四族怎么也算一家子，你怎么能背着我独自去见小姐呢？你别背着我偷偷来了陶家，我双腿残疾，又丢了炎灵指。怎么就不能让我先见见小姐？最近20年，我们何家后代几乎全部都痴呆疯傻，眼看着就要彻底没落，你怎么就不能让我呢？你要说让，也得让给最惨的老梁家。老梁双眼失明，双腿截肢，如今落到了以乞讨为生。你怎么有脸要我把机会让给你何家？我何家困难，让我先！我双腿残疾，让我先！让我先！让我先！好了，爷爷，别吵了，小姐都走了，那就先到先来。给我查一下陶家附近的监控，1天之内，我要见小姐。他妈的，臭乞丐，跟我狗抢吃的！什么玩意儿？嘿，小姐，我可能等不到你回来了。你是小梁？你是小姐？小姐是你吗？真的是你回来了吗？是我。不过几十年未见，你们4族便遇难不断，支离破裂。小梁，你怎么落魄到如此地步？小姐，是我愧对于你，我无能。未能保住您交给梁家的财富，您病逝不久后，陶家便被灭满门，而后陆家又被奸人所害，我更是……你们4族所遭遇的，我都已知晓。小陶的仇，我已替他报了，已经报了。那杀害陶家满门的谭老太爷一家，我已请天地赐生死，韩氏一族无一生还。谭正宁残害陶家满门，该死！贺家更是该死！你们害得我家破人亡，满街乞讨，虐狗抢食。如今小姐归来，贺家的报应也该来了。小姐，您当年说这宁露鲜液好喝，我一直铭记在心。当年梁家被查封的时候，我偷偷藏了一饼，就想着您要是回来了，能留给您喝。月光洒在我身上，你是不是嫌它脏啊？它不脏，它不脏。我每次去翻垃圾箱的时候，我都把它包裹得好好的。凝露鲜艳，即刻千金，难为你落魄至此，还如此有心。既然如此，你便再跟我几年吧。冬雪洗仙液，奉天地，请苍天开迷目，请圣地入生机。小姐，我能看见了。哎呦，还有我的腿！多谢小姐赐生。起身吧。
你们四族终归是跟过我，也该有个善终。去给陆河两家传信，让他们前来见我。是小姐，贺家，你们抢走炎灵纸，害得我身残乞讨。现在小姐归来，这个债你们也该还啊！怎么样？谭老爷子酒局当天的监控调出来没？这个，郝总，要不您自己看吧。想必要不了多久，谭家就能成为京城首富了。谭老，我敬你一杯。同喜同喜。啊？怎么回事？怎么这关键时刻突然就黑屏了？那天有一位穿着白裙子的小姐进了包厢，但古怪的是，监控捕捉不到她的任何画面。郝总，你看这儿。谭老，是他。然后那位小姐一走，监控就立马恢复了正常。郝总，您要找的人，恕我实在无能为力。本以为小姐入世，我陶家有幸能得到她的指点，恢复往日的风光，可没想到，难道我陶家到这跟小姐无缘了吗？婉儿，怎么了？爸，你快来一趟医院吧，大嫂她真的死了。什么？大嫂，大嫂别离开我！死了，真的死了？怎么可能？他就是摔倒的时候，脑袋撞了下桌角，流了点血，怎么可能就死了呢？他头部遭受重击，脑出血，3个小时之前就离世了。你的检查结果也出来了，眼膜穿孔，做好终身失明的准备吧。那。眼膜穿孔，我的眼睛再也看不见了。妈，婉儿，家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爸，大嫂死了，外婆的眼睛也瞎了，就连你送给我的护身木剑也碎了。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范小姐呢？范小姐没事吧？爸，大嫂死了，外婆的眼睛瞎了，你现在还管那个情妇？你对得起我妈吗？要不是你情妇耍那些吓唬人的小手段，我会去点那个油灯，我的眼睛也不会被炸瞎。情妇？妈，你在胡说什么？范小姐可是我的救命恩人。还有，你们出了意外，跟范小姐有什么关系啊？是，还不是他贪图陶家的财产，还毁了婉儿的脸。还有你儿媳也是被他推倒，活活给摔死的。可不能让陶兄知道是我逼走了那个姓范的，家里还靠着他供养呢。不可能！范小姐气势非凡，绝对不可能贪图我陶家这点钱。婉儿，家里到底发生什么？婉儿，你说呀！我管家，把家里的监控调过来，要快，送到医院。我没在家这几天，你们最好没整出幺蛾子。监控，这可怎么办？家主，监控调过来了。怎么黑屏了？黑屏？不应该啊！我先翻翻。婉儿别哭，外婆会为你做主的。立刻去把那个狐妹子给我叫过来。是。怎么会？范小姐出现的监控画面，怎么都是黑屏？
范小姐出现的监控画面也是黑屏，难道那天有一位穿着白裙子的小姐进了包厢，但古怪的是，监控捕捉不到她的任何画面。难道祖父三跪九叩认的小姐就是范小姐？家主，范小姐离开之前，叮嘱我把这封信交给你。我与陶家主父情分已尽，好自为之。主仆情分，主仆，她就是我们陶家祖宗认的小姐。我早该猜到的。进口的顶级血燕窝，范小姐说难以入口，有价无市的苏州云锦，她说堪堪入眼。自从她进入陶家以来，公司蒸蒸日上，订单不断。这样的贵人，我怎么会没想到？她是我陶家祖宗认的小姐。什么小姐？爸，你在说什么啊？范小姐就是几十年前祖父有幸贵人的主人。什么？范小姐这么年轻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婉儿，你告诉我，你们究竟对小姐做了什么？她为什么留下这粒灭心，让我好自为之？爸，我什么都没有做。你说。大小姐，我早就说过，你们会后悔的。家主，他们误以为范小姐是您的。你们竟然敢背着我，对小姐如此羞辱！婉儿，我不过让他给婉儿敬杯茶，怎么就谈到羞辱了？况且，要不是他毁了婉儿的脸，我至于？你还敢狡辩？害人不成终害己，他们毁容，也算是自作自受。你们现在得罪了小姐，一死一下，还不知悔改。你们可知，小姐的茶，只请天地定生死。定什么生死？你们三个无灾无病无祸，请不了生，那便只能请你们去死了。1日之内，你们三个蠢货将必死无疑。怎么可能？他又不是神仙，敬杯茶就把人敬死了。你少在这儿替他。妈，婉儿她大嫂的死，还没让你认清现实吗？还有你，护神木剑断裂之前，是不是替你挡了一死？外婆，爸说的好像是真的，范小姐真的不简单，我们该怎么办啊？趁你现在的命还在，滚过去，为请小姐收回成命，或许还有一线生机，否则谁也救不了你们。让我跟他去道歉，可我再怎么说也是你岳母，我的年纪都能做范小姐的奶奶了，我去给他道歉，以后我这张老脸还怎么？那你们就等死吧。我去，我豁出去我这张老脸，我去给他赔罪倒茶，他总归会给我这个老太婆点面子的。爸，我也去，我一定可以求得范小姐原谅的。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快去准备，给小姐赔罪的千里。是。不过数年未见，竟落败成这样。小姐，梁家败落后，所有的财产都被贺家侵占，只剩下这处院子被查封拍卖。可贺家不点头，整个省城没有人敢接手。贺家就是当年想拜您为主，
被您拒绝的那个贺家。为什么？小姐，明明我处处都比他们强，为什么唯独没有选我？退下吧，你会后悔的。几十年前，你现身卢城，有意挑选几名奴仆跟随于您，替您打理资产。这贺家贺敬周能力出众，也想认您为主，只可惜您不知道为何拒绝了他。最后，您反倒挑选了资质平庸的我们。原来是他。啊？心高气傲，难堪重用。你们梁氏四族也确实过于平庸无能。哎呀！走吧，我们进去等他们二人。爸，你看到没有？他刚刚一挥手，那门上的封条就凭空消失了，还有这扇门突然就自动……你外婆瞎了，我还没瞎，我能看到。现在你还觉得范小姐是常人吗？凭空消失，他竟然真有如此能耐！这人的脸怎么……哦，你们是陆老说的陶家后人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是我有眼无珠，没能认出小姐，放任这两个蠢货折辱小姐。陶氏陶萧，特向小姐请罪，快跪下！我怎么也高着辈分，让我下跪不是？跪我无用，他们三人的命自有天数。范小姐，你祖上在世的时候，跟陶萧祖父也算是旧识，你一定要见死不救吗？你错了，陶霆锋跟我不是旧识，他不过是我当年屈指一点的奴。外婆，我的腿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小姐不过是教教你，陶霆锋在世的时候是怎么跟他说话的，记住了，是跪着的。你的意思是，他是陶霆锋贵人的主人？可他看起来也就20。小姐与天同寿，容颜千年不变。你们陶家当年被谭振明吃绝户，满门被灭。小姐一入世，便替陶家报了死仇。可你们非但不感恩，甚至还屡次冒犯小姐。我今天非得替陶霆锋给你们洗洗脑子。是我眼盲心瞎，没能认出小姐，是我愧对祖父的嘱托，我陶家对不起小姐。爸，你别这样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不好，我以后再也不会对范小姐不敬了。范小姐，之前是我无知，不知道您的身份，做了些冒犯您的错事，我现在向您道歉，我求您。你认错？认什么错？给小姐送硫酸面霜的时候，你不知道错；撕毁炎灵纸的时候，你也不知道错。知道自己快要死的时候，你就知道错了。要不是老陆查到你那些事儿，我还真以为你什么都不知道呢。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呐！梁老爷子，你刚才说的炎灵纸，什么炎灵纸啊？难道是那张白纸？不就一张破白纸，我有什么不能碰的？小姐仁慈，本想在离开陶家之前赐你一张炎灵纸，可惜呀！你女儿不顾小姐的劝告，她将那炎灵纸
撕碎了。您刚刚说的炎灵纸，可是默念心中所求就能预知凶吉的奇物。不错，当年陆家靠着小姐的炎灵纸，成为3大氏族之一。而后，炎灵纸被贺家抢走，不过短短几年，贺家便已成为东部第1氏族。世间竟有这种奇物！婉儿，你真的把那张纸给撕了？梁老说的，是不是真的？我以为那就是一张白纸，没什么用，我就给撕了。我真不知道那是炎灵纸，而且范小姐也没提醒过我。你错了，我提醒过你，是你执意要撕毁它。书房里的东西不要随便碰，尤其是檀木盒，你们承受不起碰它的后果。你还在为自己找借口，一句不知道就得罪了小姐，撕了炎灵纸，毁了我整个陶家的前程。你们还有脸提炎灵纸啊？小姐，相隔数十年，老奴终于等到您了。哎，老梁，你也在哪？梁老啊，你落难这几年，不是我们不帮你，而是贺家在省城放话，谁敢帮你，就是与贺家为敌呀。是啊，贺家如今是东部第1氏族，我们实在是不敢。哎，你怎么站起来了？你不是瞎了眼断了腿，在街上乞讨吗？你居然凑到钱，装了一眼跟假肢了。哎呦，小姐请填赐名，我现在全好了。赐名？范小姐难道有让人复名的本事？哼，范小姐，之前让你在陶家敬茶，是我的不是，是我的无知，误会了您的身份。老太婆在这里给你鞠躬赔罪了。看在我也没有对你做什么的份上，你就高抬贵手，把我的眼睛复明，原谅我吧。你想双眼复明？对，只要你让我的眼睛复明，以后你在陶家说1不2，我绝对会把你当大小姐一样供着。我呸！不要脸！当初在陶家时，我便提醒过你们，不要后悔。如今来求我，为时未免太晚。你们的死劫已到，是我无能为力。范小姐，都说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你明明有救人的本事，却选择见死不救，你就不怕遭报应吗？范小姐，我和外婆的确做了很多错事，但是你也没有受伤，没必要赶尽杀绝吧？给我住口！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？我又没有说错，他既然是陶家的主人，为什么就不能包容这点小？不知悔改！你们2人是生是死，与我并无关系。退下！妈，婉儿！陶潇，小姐，我问你，你可知错？陶潇知错。我本以为他们2人会真心悔改，没想到我不该带他们来这里，求小姐责罚。他们3人的罪孽，本该与你无关。罢了，你也不该受他们牵连。过来。这枚护身戒，可保你一世无灾，就当是全了我与你祖父的主仆情分。
小姐，去吧。是。走。爸，我不走，我不要等死。陶香，快去帮我们求求范小姐，我可是你亲岳母啊！还嫌不够丢人吗？走。走。走。我不走。走。爸，我知道错了，你别赶我走，爸。早知如此，当初为什么不听我的话？为什么要屡次冒犯范小姐？这都是你们的报应。是我错了，我根本不该带你们来求小姐。爸，你别走！我的木剑呢？我不要走，爸！妈，婉儿，爹，你看到没有？刚刚一道雷突然劈中他们，然后车子就爆炸了。死劫，这就是小姐说的死劫啊！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小姐乃世外高人，无所不能。你们说是吧？老何，人呢？该死的，又被这两个老登抢先了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把我推到小姐身边啊！陆良和何氏三族恭贺小姐归来。起来吧。50年前，陶霆锋被灭满门的死仇，我已经替他报了。你们3人，可有什么未了之事？小姐，老奴有一事未了。10年前，何家长子何立全直闯我陆家，用老奴唯一的孙子做威胁，逼我交出炎灵纸。何立全得到炎灵纸后，便借着炎灵纸的奇能，霸占了您交给老奴打理的产业，还害得我双腿残疾，我不甘心。贺家害得我家破人亡，落街乞讨。小姐，您交给我们3族打理的玉石矿，也全数被贺家霸占。该死的贺敬周，仗着有炎灵纸，如今已经坐上了东部第1氏族的高位。哼，老奴啊，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。当年我没有收下贺家为奴，便是因为贺敬周心高气傲，性情偏执，未曾想他还是走上了一条歪路。小姐，是有什么不对吗？原来如此。贺敬周早于10年前玉气结心，病逝。贺敬周早就死了，那针对咱们陆良和3族的，难道是他的儿子贺立全？这是为什么？这贺敬周当年落选，心有不服，针对咱们3人还说得过去。他儿子跟我们无冤无仇的，为何要如此报复我们？我们去贺家看看，便知道了。你给我回来！你等会儿我。小姐，
老奴虽然囊中羞涩，但是接待的人脉上广。这是老奴贷款给您交的车，小姐您请。去！我说老娘，你这是越回回去了。小姐身份尊贵，乃无万金之躯，怎么能坐你贷款出的车呢？小姐，还是坐老奴的吧。贷款的车怎么了？贷款的车更能体现我的赤诚之心。小姐，你坐我的。还赤诚之心？你穷就靠一边去，靠一边去。小姐，您还是坐我的吧。坐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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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得坐我的。你们都住口，让小姐坐我的。爷，爷。老陆啊，我知道你心急，但你也不必对我们行如此大礼呀！你真老陆啊，你想伺候小姐，我能理解，但你残着一双腿呢，跟我们抢实在是不合适啊。你双腿残缺，随我去贺家，也确实不合适。小姐，虽然老奴行动不便，但老奴好久未跟在小姐身边。那我便赐你恢复如常吧。让爷爷恢复？这不能吧？爷爷双腿经脉已断，连国际名医都无能为力。范小姐，还能让己清灵为雨，入陆氏一人，生机。起来吧。多谢小姐。难怪爷爷他们这么喜欢跟在小姐身边伺候，这哪是为奴为仆啊，这分明就是镀金啊！不行，我也得跟上。小陆啊，你这年纪轻轻的，就别跟我们这些老头子抢活了。乖孙啊，你爷我的腿也好了，能站起来了，也就不需要你给爷爷推轮椅了。你快回陆家去吧。爷爷，小姐现在身边正好缺一个手脚利落的年轻人，我觉得我正好合适。合适个屁！滚！你要是得了小姐的青睐，还有我们三个老东西什么事儿？快滚！小姐，老奴来给你开车门。梁氏三族已经面临绝路，哥，你就别再针对他们了，收手吧。自从你抢走陆家的炎灵纸，打压他们三族后，短短几年，我们贺家靠着能预知凶吉的炎灵纸，是晋升成了东部第一氏族，但这些都只是表面风光。得到炎灵纸这几年，贺家内部灾难不断，紫色凋零，就连好不容易怀上孕的两位表嫂，也在昨天胎停了。够了，必须是巧合，是意外，跟炎灵纸没有关系。哥，你别再执迷不悟了。炎灵纸是那位小姐的东西，外人强行染指必将承受反噬，你一定要贺家断子绝孙才能。我偏不听这个邪。小妹，你难道忘了你三姐是怎么害他把郁郁而终，死了都没合眼？我自认才华横溢，能力出众，可小姐当年却拒绝了我，选择了一无是处的梁氏四族。他们四人平庸无能，到底有哪里比我强？小娟，我不服，我不甘心啊！
爸！梁家、陆家、何家，你们把我爸弄得气郁而死，我绝不会放过你们。虽然我不明白爸为什么到死都对那位小姐念念不忘，但我会让那位小姐明白，那3个平庸无能的老东西，加一块也打不过贺家。当年没有选择我爸，是他最大的错误。可是哥，贺家如今已经是东部第1氏族，你也已经证明贺家比3族强了，收手吧。万一那位小姐哪天回归，这都几10年了，她都没有露过面，恐怕早就死了，怎么可能还会回来？你说什么？有一位神秘小姐将梁老给救走了。哥，电话里说什么了？我早在东部寺上放过话，谁敢帮梁家，就是与我为敌。哼，真有那些不长眼不怕死的，简直找死！哥，刚刚我听电话里说，梁老是被一位神秘小姐救走的，我担心会是……不可能！电话里说，救梁老那个人只不过20来岁，霸殿记的那位小姐，现在算算年纪，怎么也7老80了。哥，救走了就救走了，算了吧。你说什么？省城官方将被查封的梁氏别院还给梁老头子了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上面回复说保密。梁家早已经倒台了，省城那边是疯了吗？怎么会把价值上亿的梁氏住宅还给……严灵芝，如果我强行把梁家住宅给抢回来，会怎么样？哥，你看，那我要是再继续打压他们3家，会怎么样？怎么会这样？贺家如今地位显赫，难道还收拾不了那3个已经落魄的老东西吗？哥，收手吧，我们将严灵芝还给陆家，不要再跟他们3族斗了，好不好？爸虽然没说过那位小姐的能耐，但对方肯定不简单。他们4人平庸无能，到底有哪里比我强？小娟，我不服，我不甘心啊！我只有将3族踩在脚底下，向那位小姐证明她是错的，她在地底下才会安心。严灵芝，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做，才能让那3家翻不了身？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我贺家以后做什么都是错吗？为什么？难道是因为不能继续打压3族的原因，是因为救梁老爷子那位小姐回来了？是不是那位小姐回来了？严灵芝，严灵芝怎么会突然自燃？
灵指，哥，该不会是我们问了什么不该问的吧？颜灵指知晓天下万事，能有什么是不该问的？应该是颜灵指有玄元次数限制，问到极限就会燃成灰烬的。是这样吗？可我怎么觉得是跟那位小姐有关？家主，门外有4位客人来访。是谁？是一位姓范的小姐，和陆良和3位老爷子。少爷，那位范小姐，仙姿飘渺，气度不凡。听梁老说，她的双腿已经被……气度不凡？我倒要看看这3个老东西找来的女人有多不凡。正愁怎么去找他们算账，没想到撞上门来了，让他们进来。小姐，现在也没到秋季，我们一路走过来，见到的树枝怎么都是枯萎的？哎，你看，就连4季常开的海棠花也死了。你们可知何为颜灵指？指中有灵，方为颜灵。贺家长子强行抢夺颜灵指，所预测的每一件事，都会付出相应的代价，而这代价，便是贺家的生气。也就是说，贺家抢走颜灵指的那一刻起，他们每预测一次吉凶，他们便会少一份生机。我听传闻说，贺家最近几年子嗣凋零，怀的不是死胎，就是生下来活不过3个月。原来这竟是因为颜灵指啊！小姐，这好端端的，贺家的天怎么黑了？颜灵指自然，贺家生机有度，若不干涉，这贺氏一族3天之内必有灭顶之灾。这海棠花不是死了吗？范小姐，3位，家主说让你们过去。哥，颜灵指已经预测了结果，咱们收手吧。何家跟陆家已经面临绝境，梁老更是身体残缺，已经没必要。还不够。爸生前最不甘心的就是这3个平庸之辈得到那位小姐的看重，只有他们够惨，才能证明那位小姐的选择是错的。就是你救了那个姓梁的老瞎子。你是梁老爷子？你的眼睛不是瞎了，双腿不是被截肢了吗？你怎么也站起来了？贺家小儿，我双目复明，残废再生，让你失望了。双目复明，残腿再生，这怎么可能？既然我回来了，那便没有什么是不能的。他究竟是什么人？说话竟然这么猖狂！贺家小儿，我们3族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害我们家破人亡，毁我双目，撞我致残？胡说什么？梁家倒台后，你霸占梁家资产，
制造车祸，害我双腿截肢。你敢说这不是你安排的吗？霸占梁家资产的人是我没错，但制造车祸，我还不屑玩阴的。难怪我爸说你们三个平庸无能，连意外都分不清。当年那位小姐的眼光真差劲。哎，你觉得他当年选错了吗？难道没错吗？我爸才华出众，眼光独到，哪一点比不过他们三个？他掌握了东部的玉石场，他预测凶吉的炎灵指，他们三个加起来都斗不过我贺家。所以你不服气？怎么服气啊？我爸到死都不明白他怎么输的，就让我这个儿子来告诉他，他没输，是那位小姐鼠目寸光。放肆！胆敢对我们小姐不敬！所以你做这些，就是想证明他错了。我要让他后悔没有选择贺家，我要让他明白这是他最大的错误。你明知道他们三家跟我有仇，还敢带他们来贺家？我既是他们三族的小姐，自然会来替他们做主。你是他们三族的小姐，好可怕的压迫感！可他们三族的小姐怎么可能这么年轻呢？哼！你们以为随便找个人来冒充他，就能吓唬到我？冒充？贺家小儿，我劝你擦亮眼睛看清楚了，这位就是你爸当年3跪9叩想认的小姐。你马上把三族的资产给我还回来，自断双腿，向小姐求饶告罪，还来得及。否则，你们贺家将大难临头。将你们三族的资产还回去啊！对呀，否则你们贺家，有趣。那位小姐。怎么说也7老8十了吧？你们找人冒充，也要找个像点的呀，真是蠢呐！来，哥，杨老昨天还有下有子，今天就跟正常人没两样。这位范小姐恐怕真有本事。装模作样，单靠假肢就把你给唬住了吗？我还真不信，这世上有人能让肢体再生。来人！不作不死啊！真以为随便找个人来冒充那位小姐就能吓到我？可惜了，老子不是吓大的。敢在我头上行骗，有种！除了那个女的，其他人打断腿，挑断手筋，丢出贺家！我的腿！我的腿！我这是在做梦吗？哥，他刚刚一翻手，他们就都倒地了。奇术，这难道就是爸之前说的那种奇术？这到底怎么做到的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便是三族之主，既是天命者范宗。你真是……可几十年过去了，你容貌怎么可能不变分毫？是吧？小姐与天同寿，别说几十年，就是万年，容貌也不会变。我不信，那个小姐消失了几十年，梁家破灭的时候都没有回来，
现在怎么突然现身呢？你说你是小姐，你怎么证明？证明啊？又让这老邓抢先了。可我无需向你证明，我只需让你跪。大哥，村长，他在下。哥，她真的是八口中那位小姐，你别再错下去了。难道错的不是她吗？范小姐，当年你拒绝我父亲的时候，可曾想过他们3人都是无能的废物？你父亲确实能力出众，可他心高气傲，难以承受挫折。当年我不过没有收他为奴，他便心生埋怨。为什么？小姐，明明我处处都比他们强，为什么唯独没有选我？退下吧，你会后悔的。他们3人虽能力不如你父亲，但他们的心性却远非你父亲能比。那又怎样？现在贺家的地位远长于他们数倍，你为什么还不愿承认？你错了，你不是比他们强，你只是比他们心狠。我只是比他们心狠，我用陆少爷的命做威胁，别伤害他，逼陆老爷子交出了严灵旨。原来我做了这么多，只能证明我心狠。我难道真的做错了吗？现在认错还不算晚，你们贺家将会因为你遭受灭顶之灾。什么意思啊？这几年，你们家花草树木枯萎，子嗣凋零，所生的孩子都活不过3个月。你怎么知道？这便是严灵旨向你们贺家索取的代价。你们每使用1次严灵旨，测算1次吉凶，他便抽取你们贺家1分生气。如今严灵旨自燃，你们贺氏一族命难该绝。哥，我就说严灵旨那种器物不能碰，现在可怎么办？我知道范小姐能力不凡，求范小姐救救贺家。哥，范小姐连严灵旨自然都知道，你就别再固执下去了。哥，就算不为贺家，也要想想你那刚满月就被传出妃子名的儿子。请范小姐救贺氏一族性命，道酒可恕。可贺家族人，可我儿子是无辜的，我愿意偿还3族的资产，以死请罪。还请范小姐救他们一命。以死请罪？这贺立全认真的？他真舍得死？嗨，祸不及家人。他虽然心狠手辣了点儿，但也没对咱们使一些阴险手段。要不算了吧。可你们贺氏一族是生是死，与我并无关系。小姐，其实老奴觉得死他一个也行。我将陆家害得那么惨，他怎么还会帮我说话？他是傻子吗？谁犯的错，
谁去承担后果啊？哎，老梁，你说呢？我都听小姐的。原来我不是比他们强，我只是比他们狠。你虽然走了岔路，可也并不该承担祭族灭顶的后果。那便以你的命换全族无恙。多谢，多谢范小姐成全。我来。这是陆老八，他们三家怎么敢来？这女人究竟是什么身份？架子竟然这么大！既然人已经到齐了，那我就通知你们一件事情。我决定将贺家一半的财产全数赠与范小姐。啊！家主，你要将贺家一半家产给这个女人？咱们贺家好不容易成为东部第一氏族，你一句决定就要送出一半家产，凭什么？我不同意！我们不同意！我们不同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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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不同意，那就等死吧！哎，你个！贺家这几年什么状况，想必各位也都清楚。整个贺家生机尽断，可以说是断子绝孙。范小姐能力非凡，只要贺家偿还资产，她会出手，就会是一族性命。想将贺家资产送给这个女人，你休想！你不照顾恒儿，来这干什么？我要是不来，怎么知道你背着我决定把贺家的资产全部交到你心上人手里？心上人，家主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胡说什么？这是范小姐，是爸生前一直记挂着。一直记挂着贺家的血脉是吧？贺立群，就因为咱们儿子检查出了绝症，就迫不及待把这个女人接进门？怎么？她是怀孕了吗？所以你才把她接回？大嫂，你别再说了。范小姐能力不凡，她是能救贺家命的贵人，不能冒犯。什么贵人？张嘴就要贺家一半以上的家产，分明是养在外面的女人。放开！就连你也帮着你大哥瞒着我是吧？身份不凡，看着也就不到20的年纪。我倒想问问，他怎么救贺？我看他来救人是假，趁着你儿子得癌症快要死了，来抢夺家产才是真吧？你给我住口！贺立群，你站着不动，是要我来亲自动手吗？你打我！如果你再敢对范小姐不敬，就不是我来打你了。老婆，你听我说，炎灵芝已然，何家生机尽断，咱们儿子才刚满月就要面临死路。只要我一次谢罪，交出一半资产，范小姐就会救我们贺氏一族的性命。你要相信啊！将贺家一大半的财产都交给他，还以死谢罪？你当我是傻子吗？大嫂，这些都是真的。自从大哥将炎灵芝带回贺家，贺家剩下的绿植都被抽尽生机，枯萎而死。贺家族人众多，却怀孕艰难。这几年，但凡是贺家的血脉，就没有能存活下来的。只有范小姐能救贺家。
有梁老爷子。大嫂，你认识梁老的？他出车祸，双腿被截肢，现在无异于常人。这就是范小姐医好的。他确实是梁老，之前清算梁家的时候，我见过。可让肢体再生的本事，我可闻所未闻。哼，什么肢体再生？伪造的假肢罢了。什么来救贺家的贵人？我看是想借孕上位的女人。我和我儿子还没死，你休想骗走！不知所谓。我的腿！你这个女人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既然贺立全不能让你闭嘴，那只好我亲自来了。这断腿之痛，便用来给你醒醒脑子。兔，快放手！还带这样的？该死的老登又进阶了！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家小姐能请天地定生死，你瞎了眼，竟敢用污言秽语折辱她！怎么会这样？难道真是我产后太疑心了吗？大嫂，我早就劝过你。范小姐，我大嫂最近思虑过重，她不是有意要冲撞您的。贺家生死本就与我无关，是你们家主愿以死谢罪，求我救你们一命。既然你们诚意未到，舍不得那点身外之物，那贺氏一族便生死由命。呸！自作孽！不可活！通通等死吧你们！大哥，怎么办？范小姐要走了。范小姐，请留步！李姐，教主，贺家小儿，他还真痛。贺立全也以死请罪，请范小姐再给贺家一次机会吧。教主，要不要过来？我贺家即将有灭顶之灾，范小姐有请天地赐生死之能，她今日若离开贺家，贺氏一族必亡。家主，你快别说了，我们信你。你们若真信我，就偿还三族一半的资产，在我死后，好生招待范小姐。别说了，别说了。我知道，你自从怀孕以来，就疑心不断，不该拿贺家的生死开玩笑。我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贺家跟儿子。家主，别说了，我都信你，我都信你。范小姐，我错了，是我疑心多虑，冒犯了你，求您原谅。求我无用，你们贺家的命自有天收。玉泉，大哥，范小姐，请您留步。我贺家愿不惜一切代价，请你高抬贵手，救贺氏族人性命，救我那刚满月的小儿一命啊！求您啊！求大小姐留步，救贺家一族。若是贺家犯下的错，大可一人不够弥补，我愿以死告罪，只求范小姐能够给贺家一个补救的机会。小姐，且罢，那我便暂留2天，
若是你们贺家诚心悔过，那我便救贺氏一族性命；若是再不识好气，那便自求多福。范小姐出去。小妹，大哥做错的事，大哥自己承担，以后贺家就都到你手里了，一定保住贺家，保住恒儿。家主，贺家家主之位将由我继任，以后贺氏一族必须以范小姐为主。来人，将大哥送下去，让他好生安息。不要，李全！请范小姐上座。现在我宣布，将贺氏半数资产偿还给范小姐，诸位族人可有异议？既然都没有意见，管家，立刻去办理转让手续。啊！范小姐，3族资产，贺家已经如数归还，不知您暂住贺家这几天，有没有什么其他吩咐？数年前，我曾收过一只小丑，它嫌灯光刺目。听闻贺家藏有一颗东海明珠，便赠给他夜里照明吧。是。你去一趟保险库，把东海明珠拿来，送来给范小姐。是。那颗夜明珠价值连城，他竟然用来给小丑照明，什么小丑这么金贵，不可妄言。范小姐可还有别的吩咐？总算勉强入眼，那就用来给我点缀鞋面吧。这可是帝王绿的面，他竟然用来镶鞋底，宝甜甜。范小姐可还有什么别的吩咐？请尽管提。那就再准备万张铜盒宣纸，由贺氏族人亲手写满祈福新闻，2天之内交由我，能做到吗？1万张铜盒宣纸。且不说这宣纸价格1寸纸面1寸金，就说要1万张，那我们得写到什么时候去啊？他既然提了，终归有他的道理。唉，可以，请范小姐放心，贺家一定会做到。大小姐，整整1天了，我才写了这么点，1万张。这得写到什么时候去？哎，这真不是那个范小姐在为难我们吗？这种话，我不想再听到第2次。要不是你们当初不愿意偿还贺家一半资产，冒犯了范小姐，她也不会来验证我们贺家的诚信。范小姐说，送过去的燕窝难以入口，想来是佣人不懂处理。听说小姐你做事心细，让你亲自去熬一碗。啊？那我就去厨房给范小姐熬一碗燕窝。哎，小姐，范小姐身边那3位老爷子还说，腿脚酸痛，想叫几位族人过去按按。你说什么啊？给他们按脚？那3位师伯可有说都想要谁去？昨天见表少爷精力旺盛，力道应该刚刚好，要求让表少爷前去。实在是太过分了！我堂堂贺家表少，竟然叫我去给他们洗脚按摩，我不去！你不去，
那就等着范小姐失望离开，整个贺家跟着你陪葬吧。算了，只要能替贺家改命，忍着一时又何妨呢？可我是贺家表少，又不是洗脚男模，更别说是给那3个老登安。范小姐让我爱就算了，他们凭什么？我死也不去。嘿嘿嘿嘿嘿嘿，梁老，这力道还行吧？再用力点儿！昨天大唐喊不同意，你那么大声，安个脚就没劲儿了。这株雪莲怎么这么像我陆家的藏品？这就是陆少爷送过来的。他听说范小姐食不下咽，便亲自炖了雪莲送过来，还是给您也。你说什么？我孙子过来，他还去给小姐献殷勤了？哎呀，小崽子，我还没死呢，哪轮得到他来跟我抢小姐？哎，他刚刚说什么？陆家的小年轻来了。哦，哎，我操！快！哎，休想跟老奴抢小姐！鞋！小姐，听说您在贺家吃不惯，我便亲自炖了几株雪莲，拿过来给您尝尝。您小心烫。你倒是有心了。尚可。小姐果然对我很满意，我晋升为奴有望了。小姐，其实我觉得吧，爷爷他们反应迟钝，加上年事已高，也是该颐享天年的时候了。像伺候您这种小事儿，就应该让我这种年轻强壮又有干劲的。小兔崽子，你刚刚说什么？我这反应迟钝，我年事已高。我说小陆啊，我们才60多岁，老当益壮，正是伺候小姐的好年华。你一个毛手毛脚的年轻人，就不要往小姐面前凑了。三位爷爷，机会还是要留给年轻人嘛。我觉得小姐身边正缺像我。乖孙啊，爷爷我身强体壮，还能再伺候小姐50年。小姐，我孙子他癫痫犯了，老奴这就送他回去。癫痫？小姐他老毛病了，吃点药就好了，不用治。爷爷你在胡说什么？我没有癫痫啊！小崽子，别以为你打的什么算盘我不知道，你想挤走爷爷我，当小姐的奴仆是吧？没门！小姐，你们这是？癫痫病犯了，不用管，我们来处理。小姐，小姐。范小姐，这是我第一次熬燕窝，要是不合您口味，我再去做一碗。再熬一份便不必了。这庭院荒凉，树植枯萎，姐赏不了情。那你就弹几首琴曲，供我赏乐吧。是。来人，去书房把古琴搬过来。大小姐，您的手刚刚在厨房被烫伤，不能再弹了。继续。
继续。大小姐刚在厨房烫伤了手，再这样弹下去，手会废的。她作为现在的贺家之主，理应让我看到她想替贺氏一族改命的诚心。退下。大小姐，你看，贺立权将贺家交到你手里，倒是没选错人，还算诚心。明天下午我会出手。替贺氏一族改命。谢范小姐不计前嫌，救贺氏一族性命。去准备吧。大哥，我做到了，我求到了范小姐的原谅，我可以救贺家了。快去通知族人前堂集合，范小姐要替贺家度过死劫。是。小妹，范小姐真的答应帮贺家了吗？太好了，我的儿子终于有救了。请，小姐。让你们族人写的万张宣旨都备好了吗？范小姐，都准备好了，这些都是族人亲笔写完的。你们贺氏一族生机尽断，想要避开死劫，需诚心向天请命，而这万纸请愿书只是其一。请范小姐明示。其二，需取所有族人的指尖血，制3支请命香。是。其三，便是准备3瓶100年份的灵露，必须满100年，缺1天都不可。明日便是贺家死期将至的日子，务必在1天之内备好。3支请命香倒是好治，可那灵露可是100年灵芝液凝成的，都是高官士族用来吊命的宝贝。这灵露确实不好找。范小姐，请放心，我们定当竭尽全力。吩咐下去，不惜一切代价找寻100年灵露。大嫂，那3支请愿香做好了吗？现在就剩下3瓶100年灵露了。已经凑齐了。好。大小姐，范小姐让您过去一趟。大嫂，那3瓶灵露已经到了，得麻烦你去接手一下，小心点，快把灵露给范小姐送过去。是。夫人，怎么了？小少爷浑身发热，口腔出血，好像快不行了。发病了？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？灵露已经聚齐，范小姐就要出手替贺家改命了。难道我儿子？
你之前说灵露有什么功效？啊，就是垂死之人在紧急时刻用来吊命的。现在就是恒儿最危险的时候。夫人，整个东部能求到的灵露都在这儿了，而且樊小姐给的1天期限已到。我知道轻重的，你快请医师，千万不能让恒儿出事。你去崔小妹那边，我带着灵露去找范小姐，求她早些出手。是。可我就恒儿这一个孩子，他才刚满月，我怎么敢躲？我就用一点而已，不会影响的。小少已经脱离了危险，恒儿脱离危险就好。老天保佑！范小姐，我要的东西都备好了吗？都备齐了，抬上来吧。既然都备好了，那便开始吧。贺氏族人都站于我身后，闭目低头，不可直视。是，都照做。默念心中所求，将这万张请愿纸烧了。是。我就给恒儿用了一点灵露吊命，一点而已，肯定没什么影响。饭香为镜，灵露供天，心诚为引，请天道赐贺氏生路，请辅君助异族生机。什么情况？怎么遭雷劫了？范小姐，这是怎么了？这下怎么变成两短一长了？这贺家心不静，气不成，请天地改命的百年灵露掺了生水，这以此敬天，你们是生怕自己死得太慢吗？什么？百年灵露掺了水？这怎么可能？加点水应该不会被看出来。是你动了灵露！我不是有意的，倒是情况危急，恒儿病情突发，他还那么小，我怕他撑不到范小姐出手，就给他用了一滴灵露吊命。我真的没想那么多。大嫂。
你怎么能当百年灵漏？你把贺家族人的性命置于何地？我就用了一滴，我以为没关系的。就一滴吗？一口，我就用了一口。你。范小姐，我也只是担心很恶，我没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，求您再想想办法，救救我们贺家吧！求范小姐想想办法，救救贺氏一族！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你们贺家觉得请天改命是儿戏吗？我已经给过你们机会了，贺家生死，恕我无能为力。范小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请范小姐留步。都是你！要不是你自私自利动了灵路，范家也不会不管我贺家。都是你的错！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没想到。你就是贺家的罪人，你怎么不去死？大哥，对不起，我没能护住贺家。范小姐，你还想求我？您已经给过贺家机会了，是贺家不懂珍惜，我没脸再求您留下来。贺云初在此跪谢小姐之恩，拜送小姐。贺家已无力回天，不出一日，必有灭顶之灾。但你也罢，这护身木戒便赐给你与你侄儿，随身佩戴，可护你们长命安康。多谢小姐。下面插播一条离奇新闻：昨晚东部贺氏全族53人全部意外身亡，唯有贺大小姐与刚满月的贺小少爷逃过一劫。爸，我好像有点理解您当年被范小姐拒绝后为何郁气而终。能成为她的奴仆，何其有幸！护身木剑，主人，是您回来了吗？